大家早安，我是小白。然后现在时间是凌晨4:23。然后我现在要来去南投的日月潭看日出。这次是我要滑 SUP 去看日出，因为我之前曾经在那边当过 SUP 的教练。出发！到了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隧道口，很像那个《神隐少女》的隧道，然后这边超黑。我之前带团的时候啊，很多客人都是就在这个隧道口前面停了下来，就不敢进来。然后我们都要跟他们说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隧道。这边看起来没有什么人，日月潭真的是超漂亮的啊。我要来拿出我的板子。这个是打气筒，但是我现在有这个电动打气机，所以我就不用这个打气筒了。然后我来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我这次下水带的东西。这下水板子是一定要的嘛。然后我的桨、救生衣，然后脚绳，对，脚绳等一下还要绑在后面，这个是一定要的。然后跟我的遮阳帽、喇叭，还有我现在头上的这个墨镜，还有带下水的这个绳子。如果是其他人来玩，我会建议是带那种手机的防水套，因为毕竟还是会有落水的可能。只是之前我们当教练的时候，就是习惯就是带这个绳子，因为我们如果带防水套，会影响到帮客人拍照的那个画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都习惯带这个绳子下水。刚刚忘记跟你们说了，它板子尾巴有一个叫 fin 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它的英文名字就是运动饮料的那个 fin， 然后还要装在板子的尾巴这里。然后刚刚那个 fin 的功能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确保你板子的稳定，就是保证你板子说你在滑行的时候啊，不会左右的晃来晃去。那我现在要很小心，我这台机器绝对不能掉到水里。你们看漂亮吧？掉到日月潭水里的东西是真的捡不回来啊！希望今天不要。哇，今天真的都没有人欸。如果是平常的话，我们会把我们的拖鞋放在这个白色品牌。Go， 出发！请大家原谅我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人，所以选给你们看第一人称的视角。日出的方向就会在那边，通常是在那边。但是我不知道今天看不看得到，因为今天的云有点多，然后在滑的时候怎么可以少得了喇叭呢？对不对 ？OK， 应该连到了，有。哇，每次出来滑都会看到一些垃圾。我们垃圾齁，这不是垃圾，好，是有人绑的一些标志。但我们如果看到垃圾，记得要捡起来。美好环境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一下。我之前每次带完团，有时候啊，板头这边都会累积一堆垃圾，然后一起带上岸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涵碧楼的方向，就是我们也都会跟客人介绍涵碧楼跟那个绿色草丛叫拉鲁岛。日出要出来了，好，我要来等日出了。现在就是等日出的时间啦，真的超漂亮，好爱哦。然后这边等一下，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
我们会把它叫蕨类墙的地方。我们有时候会带客人来，但是有时候水位啊，那个蕨类墙的水位可能就是比较低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白白的东西，就比较不适合拍照。词穷了，不知道要讲什么了。是要出来了，是要出来了。好，我觉得今天应该是看不到日出了，因为那个云太厚了，完全被挡住。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之前学会的一个超级技能，就是用我们的脚控制板子的方向，然后就可以自由的移动。哇，这个景真的很漂亮。好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个，这样躺在板子上，哦，有脚，躺在板子上超舒服的啦，真的超舒服的。跟你说，我很常就这样躺着就睡着了，因为音乐，然后又这样飘飘的，像那个叫什么吊床，对，吊床也会这样摇来摇去，然后这个潭水也会这样摇摇去，是超漂亮的啊！有空你们真的可以来玩一下，推，我超推！分享一个小秘境，小秘境就我刚才提到蕨类墙，但是刚刚那一块蕨类墙，我猜可能是我太久没来，它蕨类有些地方已经稍微枯掉了，所以我到第二块比较远一点点的蕨类墙。但是我们通常都不会带客人来这边，因为到这边的话距离就有点比较远一些，就是回去的话有点危险。然后这个蕨类墙啊，你们看这样可能杂杂的，但是它其实拍照拍完之后很漂亮，因为就是人会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后面就会有一整片的蕨类，就稍微调个色就很漂亮。我之前不是说，怎么那么黑？我之前不是说那个水位太低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带来蕨类墙，就是因为你们看这边比较低一点的地方会白白的，然后我们人的位置会比较靠近这个地方，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没有那么好看。所以如果有教练来日月潭，然后呢没有带你们来蕨类墙拍照的话，不要怪他们，因为真的就是拍出来也不好看，所以就不好带。因为日月潭的水位其实不是看雨量，毕竟它是一个水库，所以它会需要控制它的一些水量啊，什么叭叭叭之类的，所以它水位其实每天都不太一样，不会说因为有下雨，所以它水位就会变比较高之类的。然后现在已经过了不知道几分钟，我的太阳公公还没出来，太阳公公，你躲在云后面了啊！我真的很喜欢来玩 SUP 的时候带着喇叭，然后这个喇叭它是那种防水的喇叭，就是你就算丢到水里，它也不会坏掉。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带团嘛，所以我特别有挑那种丢到水里会飘起来的，就是选这颗，蛮好用的。但是现在已经有出新的一代的样子了，我这个是前一代。等了好久，太阳终于出来了，太阳公公出来了。所以是我等不够久吗？太阳一出来就整个超级刺眼，对，大曝光，所以太阳出来之后拍照超级难拍，所以我最推荐的就是日出团，就是太阳出来之前可以赶快多拍照，然后光线角度，太阳出来之后你就顶多只能拍侧面，因为如果你是正面的话，就会是哇曝光，然后背面就会整个背光，跟日出合个影，耶！最黑，虽然原本就已经很黑了，然后太阳出来之后，就要戴上我的墨镜了，不然很刺眼，眼睛会被晒坏啊。
你看这样拍不拍得到日拍？有吗？不知道。太阳在哪里？刷一下。下一个日出自拍。日潭的日出。我现在会不会很黑？上海蛮黑的，不管，这样就不会了。只手也可以滑 SUP。好累哦。回程，叫一下。靠岸时一定要跪下来，就是不能站着，就是怕危险的部分。穿鞋。这种洞洞鞋真的玩水的时候超方便。喜欢玩水的真的可以买一双。上岸前啊，这个板子最好是翻个面，稍微洗一下、搓一下。漂亮吧？我现在走在那个日月潭的自行车道，然后后面这边就是日月潭。然后每次玩完最累的东西就是收装备，装备真的要收超累的，就是气筒跟戒束，通常都会是最累的时候。好，现在就来收装备。然后这些装备是一定要稍微晒的，如果我爸看到我这样晒，他一定会骂我。绝对不会被他看到。好了，东西晒的差不多了，要先来收东西啦。装备收完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我们一开始想买的那个咸油条，没有买到的，我现在去看看它现在有没有在卖，期待会有，因为那咸油条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我每次点有点那个最大的总分，就是它有肉排、热狗，还有其他东西我有点忘记了，蛮多的，很好吃。出发。大家在去买那个咸油条路上，我想说先带你们来月牙湾旁边的一个向上游客中心。那个地方是还蛮漂亮的，但是我会来这里，通常就是来上厕所。这里的厕所可以来蹭一下，还有饮水机可以补水。然后这边的屋顶啊，其实是可以上来的。现在带你们上去，屋顶上来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草坪，这里拍照的话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之前有来这边拍过几次照片。出发，继续前往咸油条。有点累。
完了，想睡觉了。我刚才经过的时候，发现咸油条有开，现在就在对面的街上，现在赶快去买。而且因为今天是平日，完全不用排队，不然平常咸油条那边基本上都是99.99%都要排队。买到了咸油条。这次我跟之前一样点了满汉的，这里面有肉排，然后热狗，跟里面还有一个蛋，超好吃。小朋友才做选择，我全部都要。满汉就是什么都加。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出来啊？我现在相机是架在方向盘上面，有点危险。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出来，它咸油条跟外面的油条很脆，很好吃。我有来鱼食，我几乎都会买，真的很好吃。好，我要来吃了。吃完等一下我要在车上睡一下，太累了。睡完我要再去下一个地方。目的地到了。看来这个地方又是我包场了。平日出游的好处就是到哪里都可以包场，也没有到哪里啊，几乎都可以包场。我现在到一个叫做鹿高庄园咖啡的地方，然后这里哇，太阳有点大。然后这边我之前有来过，因为我觉得这边的景还蛮漂亮的。好久没运动，有点喘。然后等一下喝完咖啡之后嘞，就再去吃个午餐，然后慢慢就可以回去了。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边的景，我真的会喘。然后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叫做咖啡步道的地方，然后旁边就两侧有种了一些咖啡树，但是就是可能有点原始，比较没有在整理。然后如果会怕蜘蛛网的人，就不要走进来，因为我刚才脸上有被一些蜘蛛网缠到。你看蜘蛛网，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，好大。进去喝咖啡咯。咖啡来了，长这样。喝看。是咖啡，我喝不懂咖啡，对我来说咖啡都一样，这样是很机车。忘记说。这杯咖啡是鹿高咖啡的黄卡杜爱，一杯238块。喝这种咖啡还蛮好笑的。咖啡喝完了，走出外面晒太阳。我们看一下这边。
就素颜呢。而且这边还有旁边还有一个座椅区，虽然比较热，但是蛮漂亮的。可以来这边坐着喝咖啡，还蛮舒服。之前也有坐在这边喝过。然后我刚才才发现，我刚进咖啡厅的时候，不是里面都没有什么人，好像只有一组客人吧。然后结果我现在出来了，里面人几乎都满，超多人。今天是平日平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好厉害！我刚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去喝咖啡的时候，因为发现停车场没有人，太糗了，然后我就直接把车钥匙插在这上面，很棒，车子没有被赶走。我爸一定很感谢我。好了，应该是流汗了。好，再来喝完咖啡。要来去吃午餐，现在午餐应该是一家蛮有名的，也是咖啡厅。然后它虽然是咖啡厅，但是它的那叫什么意大利面，它的意大利面比它的甜点还要好吃。果然是那种有奶的我才喝得懂，好喝。然后来吃这可丽露，这个是红茶可丽露，因为它有分原味跟红茶，我点的是红茶。我记得这个很好吃。可丽露直接这样啃是对的吗？应该 OK 吧。我之前吃的是原味红茶的话，它真的有那种蛮浓的红茶香，可以试试看。因为我之前原味的中间是白色的，这应该是红茶。好险有点。再来要吃这种烟花女海鲜面，380，但它给的料还蛮多的，有小卷，然后虾子跟一堆蛤蜊。印象中这个是很好吃，因为之前就吃过了。这个我好像是没吃过，因为我之前好像不会点这个辣。这个有点小辣，但还不错。就像我这种平常不吃辣的人，就会需要喝水来解辣。吃饱啦，就吃了就要2点了。但不得不说，真的吃得蛮饱的，而且它可丽露真的很好吃。就是来这边就可以点可丽露跟那个面也不错，就这样，赞。哇，原本想要来买个我跟心怡很爱吃的一家面包，也是我之前工作的时候前老板他们家的店。结果大门深锁没开，好可惜哦。跟大家说一下，这间
余光遥靠。现在我来到了18度 C 巧克力工坊，要来买巧克力生吐司。巧克力生吐司几乎每次都被抢完，超快的那种。我很少买得到那个巧克力生吐司。哇！没想到竟然买到巧克力口味的，我真的想不到我第一家就买到了，因为这家18度 C 生吐司还有2家店，我跑2家基本上都买不到，结果今天买到了，而且我也是买了5条，超多。下一站要去盐素，希望也是可以顺利买到我想喝的饮料。几乎每次去，我都会点它的那个百龙坚果，百龙坚果真的很好喝。但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都喜欢，但我跟心怡都超爱喝百龙坚果。我们是会买那种一大瓶的，等一下我买回来给你们看。买了盐素青素，盐素现在很严肃，希望买到。这边有10颗，然后我是点这个百龙鲜果跟冬瓜奶酪乐子。好，盐素买完了。下去一下，头发就又湿了，而且我这次特别没有把那个我的车子上面的冷气关掉，我就下去买，然后头发还是要湿哦，狂流汗。然后买到了，然后这罐是要带回去给心怡喝的，然后我自己当然也要喝。然后这个我买的是冬瓜奶酪乐子，这个也很好喝，我很常买这个。然后这个是百龙鲜果，可是他说这个要3小时内喝完，但我才不管，我带回去喝。先来喝一下的冬瓜奶酪乐子，真冰凉，真的很好喝。有经过南投的都可以来这边买一杯喝看看，很推。而且它的饮料都是那种你可能外面买不到的特调，因为可能它有什么南瓜奶啊、羊奶类的饮料，然后还有像这个。最喜欢百龙鲜果，我到现在还不太清楚它用什么调的，可能就是火龙果啊、牛奶，然后不一些有的没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要赶快回去了，等一下就直接直达台中回我家，然后再来就要上台北准备明天的工作。要继续辛苦上班族人生。出发！好，我现在在东草屯休息站。为什么会停在这边呢？是因为我忘记拍结尾了，所以我想说现在来拍一下结尾。然后其实东草屯休息站是那个我平常可能之前在代理讲的时候，然后开车，因为很常日出团，然后喷口水，然后开一开啊，然后要回家的时候很累，然后可能还开到一半度孤想睡觉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进来这个休息站，然后小睡一下下，然后再继续开，毕竟开车安全最重要。对。然后这次就从凌晨4点多从我家出发，然后跑到日月潭看日出，我觉得也是蛮疯的，但是是好玩，就是一整个行程都还算是充实的，就是个半天，然后就可以玩到蛮多东西，然后又吃了一些咖啡厅啊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没有吃完，像在义达烧老街那边，哦，我还有那个豆干挂包，我很想去吃，但是。因为我去查 Google Map 今天没有开，所以我就没有绕过去义大上面。不然我可以为了那个豆干挂包，特别绕过去义大烧吃一下。然后现在3点24分，到家的时候可能也4点多，可能甚至5点了，所以也算是玩了整整12个小时，蛮硬的。然后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再帮我按一下订阅，在不知道那边。哪一边？好，就帮我按一下某一边的订阅，然后喜欢的话按个赞。
小铃铛，看你要不要看，不一定，因为我很少上片，所以可以不用看没关系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其实也不知道这支多久会剪出来，搞不好也不会剪。如果我有空就剪出来。拜拜，下次见。